你们看，哥哥，里面没有人啊！里面没有人啊！里面，我看见了，啊，镜子里伸出一把刀来，把老大给捅了。不是，什么意思？你们怀疑我是杀人凶手？废话，人不是你杀的，你早上为什么要逃？我昨晚9点干嘛去了？昨晚我被陈秋生的保镖轰走了，然后我就到停车场找到他的车。后来我就回去了，然后今天早上醒来你们就把我抓了，我以为是滑车才抓的我。探长，对付这种滚刀肉就不能太客气，否则蹬鼻子上脸。刑讯逼供是吗？好，我要见我律师。这儿是租界，不是法外之地。来，哥，听着，文明人都是。队长，还敢说我一上你？看。喂，信不信我告诉你流氓？啊？是你耍流氓好吗？再给我说一遍。白小宁，干什么呢？找你啊。妈，家里出事了？出大事了，我跟我爹吵架离家出走了。为什么呀？昨晚他趁我在报社加班，带了女人回家吃饭，让我抓了个现行。娘都死这么多年了，那也不行，而且还是个交际花，我爹也真不嫌丢人。老爷子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你管不着吧？好，我不管，我离家出走，以后本小姐自己养活自己。凭你的稿费啊？主编说了，让我负责社会治安口，拿到独家就给我涨稿费。行吧，你加油吧啊！听说你有大案子啊？啊，八字没撇。哎，你办你的案，我旁听，绝对不打扰你。拜托嘛，出生哥，昨晚到底什么情况？说说嘛，你最疼我了，对不对？昨晚，陈老六在聂府的卫生间被谋杀，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是谁啊？啊，我是聂府的家庭医生，我姓赵。事发时候，我第一个赶到现场，可我到的时候，陈先生已经不行了。尽管我采取了必要的抢救措施，可是，陈老六，四哥，爸爸，焦探长，老大让人给捅了，家里没敢通知呢。哎，把他带回去。什么情况啊？今天晚上9点钟，老大上完厕所，洗手的时候，让人给捅了。你们没跟着他呀？不是，当时俺俩就在门口呀，可是老大还是给人捅了，还是让人捅了？干嘛吃的你们啊？凶手呢？精神
镜子，我们三个都看见了，镜子里伸出把刀来，把老大给捅了。事发之后，我们当场就检查了所有隔断，没人。阿拉可以保证，老大被捅以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早就检查过了，这种隔断不可能有夹层。这个房子里边也没有窗户，我们几个一直都在，绝对没有人能出去。乔四爷，聂老板，好久不见。听说中央布防新来了个探长，没想到是你。小弟初来乍到，还请您老多指教。指教可不敢当。陈老六死在我家，回头传到江湖上，不太好听。今晚来的宾客里，有什么可疑之人吗？倒有一个沙逊银行的股票经理，姓陆，名耀。陈老六被杀之前，跟那小子吵了一架，把人家轰了出去，场面很难看。那小子临走前放话，要对付老刘。坐好了。乔探长，这不大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吗？审讯过程让记者参与，这符合规定。什么？舆论会干扰司法公正的呀，这个是基本常识。你怎么知道他是记者啊？他右手中指内侧有茧，指尖有未洗净的微亮墨痕，说明是个文字工作者。从衣服到鞋，全身行头300往上，可是他用的钢笔很廉价，样式呢跟街头小报《新月日报》很相似。街头小报啊，你知道本报的发行量有多大吗？评价报纸的大小标准呢是文章的质量跟思维深度。贵报就算是卖到1000万份，也是小报。怎么样？你这种头烫一次就需要10几大洋，可你头上有一种小旅馆常用的廉价肥皂味，说明昨天晚上不是在家睡。袜子呢换了一面继续穿，说明走得比较急，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富家女跟家里吵架，离家出走。你还能看出什么呀？您刚担任探长吧？这都能看出来？他戴的表爆贵，别的探长生怕被说贪腐，绝对不敢辜负。而且由于是新手，手下对你很不认同，所以审讯过程中呢，经常会越俎代庖。没有办案经验却能当上探长，说明上头有人。看气质，您是江湖中人，加上你对他既排斥然后又顺从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他家里人就是你的老大。这种特殊的关系，让你不得不违反规定，让一个记者参与旁听过程。可是很抱歉，本人作为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一切采访。看来你比我更适合当探长。承让。你跟死者为什么会发生争执？他做股票爆仓，我是去追债的。你去追债不成，反被当众羞辱，于是你就心生杀机。乔探长，你让一个白痴替你审案子传出去，你不怕丢人？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坐下。乔探长，租界跟别的地界还不一样，这儿是无罪推定。什么意思？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并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也就是说啊，一个人在法院宣判之前是不能被称之为罪犯的。简而言之，在警方无法提供有效犯罪证据的前提下，疑罪从无。
阿斗，去聂府，把看车人找来核实他的口供。是。哎，等等我，等等嘛，你要去哪儿啊？我去哪儿需要跟你汇报吗？是不是有新线索啊？啊？没有。哎呀，哥！哎，您下去。六年啊，这是我办的第一个案，上海滩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办不好，老爷子也丢脸。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这个探长是老爷子让我当的，你知道多少人等着看我笑话？哎呀，有我在，绝对不会给你丢人的。你别给我听了，我就谢天谢地了。你乖啊，这案子有什么眉目，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进度。你放心，要是有线索，我也第一时间告诉你。老爷，四少爷来了。知道了。老爷子，哎，警服挺合身呐。合适是合适，就是不敢照镜子。为什么呀？看见警服就想抄家。哈哈，穿2天习惯了就好了。那个案子怎么样了？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陆遥。你认识啊？沙逊派人过来，特意嘱咐说那是个读书人，千万不能动刑。沙逊想保这个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杀了陈老六，谁能保得住他？他在沙逊那儿操持股票，内幕交易肯定少不了。沙逊不让动刑，八成是怕泄露商业机密。这帮洋鬼子，西装革履的，道貌岸然，背地里不知做了多少糟心的事儿。那您的意思是？我让你进普房，一个是想洗白，以后能干点大事；第二，就是制衡。想在租界上做买卖，光有钱和枪还不够，还要知道人家的游戏规则。法律才是最好的武器。明白。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陆遥的情况。陆遥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实际上呢，衣冠禽兽。他这个人吧，眼睛里只有钱，为了钱能够出卖一切，包括自己的朋友和良心。我承认，他就是一个天才，打牌下棋没有对手，分析股票行情基本上没有出过错。短短半年时间，他能从一个实习生一路晋升到股票部的总经理。不过为此啊，他不惜得罪所有人。那你觉得他会杀人吗？会。不过他要想做这事儿，应该不会被抓到。那他在上海还有别的情人吗？应该没有了吧？女朋友呢？一个自私自恋的禽兽，怎么可能有爱分享给别人呢？我先后采访了好几个同事，大家说法差不多。哼，这哥们儿人缘很差呀。那你觉得凶手会是他吗？不是。为什么？从小到大，江湖人我见得多了，心里有杀气，眼睛根本藏不住。那个陆遥，可不敢。是他们。对个，昨天要到9时1，小王八蛋。具体时间知道吗？9点，电台里向沪剧刚刚开场，哎呦，外面的狗就狂叫啊！
我马上就跑出去。那个家伙正在砸车子。小站长，得保证您啊，那千万不要客气，我死里打他，难以转thân。先生，这边请。来，我先跑了。他有不在场证明啊。他自己又不知道啊。所以你想干嘛？哼。哎，废物利用一下。看车人来过了。怎么说呀？经过辨认，昨晚划车的确实是你。我就说嘛，那我可以走了吗？还不行。哎呀，修车钱我会掏。虽然昨晚划车的是你，但是具体的时间还不能确认。你很有可能是杀完人再划的车。这事还没完了。不过我相信你不是真凶，但是你毕竟是犯罪嫌疑人嘛。如果你想洗脱嫌疑的话，想洗脱吗？想的话，就要帮我一起找到凶手。我没这个闲工夫。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阿斗啊，对陆先生要客气一点。其实我可以放，但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么诡异的案子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难道你想背着嫌疑人的身份一直这么招摇过市吗？外头那个女记者你看见了，她可认定是你。我可以放了你，但你出去之后她怎么写稿子，我可管不了。我要去案发现场。现在吗？不然呢？还要留我吃饭吗？阿斗，备车。装修风格好奇怪啊！镜子对照，这风水得多差！还等风水呢？略知一二。你相信镜子里会有人钻出来？不相信啊，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案发之后，除了死者和3个保镖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出入过。建筑图纸也对比过了，没有任何可以藏人的空间。这儿有点意思。发现什么了呀？这儿有点松动，应该是一个密洞。放心吧，都检查过了，后面是实心的墙。这装修没粘好吧？那天花板检查过了，离屋顶不到2寸，藏不了人。3个目击证人审了吗？审完了。口供呢？巡捕房呢？2个保镖，1个秘书，同时目击他被杀。对啊，保镖说先看到镜子里有人拔刀杀人，等他们冲进去的时候，人已经消失了。那这么个地方，短短几秒，凶手也来不及藏啊。有没有可能是他们3个人联合起来串供啊？有可能。你怎么来了？跟你有关系吗？巡捕房你家开的？我查到什么了呀？那2个保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就在上个月，忽然还清了。保镖有问题，但何坤也在现场，他跟了陈老六10几年，忠心耿耿，有口皆碑的。当年何坤是一个打手，后来受了伤变成废人，陈老六非但没赶他出门，还把他留在身边当了秘书。就这份大恩大德，江湖人得记一辈子。验尸报告出来了吗？不是被捅死的吗？太马虎了吧！验血、验尿，所有指标全都验一遍。你，再跟我去趟聂府。干什么啊？凶手在他家杀的人，作为屋主，不查没天理。赶紧的，备车。哥，你为什么要听他使唤？
我有的选吗？怎么啊这是？哎，报纸上瞎写，聂老先生看了之后，气得心脏病发，差点没抢救过来。写什么了？还不是说聂老先生以前和陈老六那点事儿，都是无凭无据、捕风捉影。他俩有过节吗？聂先生这个新宅呀，以前是个村子，他呢花钱委托陈老六办拆迁，后来听说还死了人，报纸上说这是报。当时你是第一个到现场是吧？是啊，那保镖啊满楼里喊救命，我是第一个到2楼。当时陈老六已经躺在地下，脉搏没有了。我一看，赶紧把他刀拔出来，捂住伤口，给他做胸口摁压。可是呢，还是回天无力了。您带的这个是聂老先生送的。那您在哪儿学的医啊？哈佛。那这个当家庭医生的收入怎么样？还可以吧，没有大医院多。好在呢，人比较清闲。哥，我也是学医的，以后有什么好的门路，推荐一下兄弟呗。你说他一个家庭医生，凭什么戴这么贵表？我一个股票投资经理，我都没戴这么贵的表。你要不赶紧把他抓了，表我带回去研究一下。你能不能专心点啊？啊！我这陪着你跑前跑后的，你跟个家庭医生在这聊手表，到底有没有发现啊？有啊。哎，我问你，拆迁有油水吗？那得看拆哪儿了。这个村子肯定没多少钱，不过这个宅子倒是很值钱，德国人监工设计，在上海也算顶级豪宅了。我需要一切有关于拆迁的资料。村子都拆了，去哪儿给你整资料去？你不是探长吗？怎么这么点事儿也办不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行，那你先把我抓起来，抓！有没有人啊？开门呐 ！Hello。你来干嘛？这公寓不错嘛，租金贵不贵？请问你找我有事儿吗？当然。哎，你要的消息我都打听到了。这么快？我是个记者，小事一桩嘛。当时陈老六负责拆迁，大部分村民都已经被迫离开，只剩一个孤寡老太太，给多少钱都不肯办。后来陈老六一气之下，半夜往老太太家里扔鞭炮，老太太吓得当场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这种事儿应该起诉吧？家人都没在他身边，就连收尸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哎，话说，你为什么认定这件事情跟拆迁有关啊？凶手选择了一种最困难的作案方式，以这种智商要杀陈老六易如反掌，可他偏偏选择在聂府作案，为什么呢？说明他想把聂拖下水。会不会是聂自己干的？他俩之前生意上有往来，分赃不均。你杀人选择在自己家，还当着全上海名流的面，什么智商？你小学毕业了？呵呵，有件事情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好事坏事啊？聂成江家的看车人今天来了补房，推翻了之前的供词。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您的不在场证明失效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肯定是有人指使喽。大哥，您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呐？所以啊，我劝您，还是用您那点小聪明，尽快找出点线索来。怎么了？过来自首了？自什么手呀？分明是有人要陷害我。
聂成江找了英国人，让我尽快抓你归案。你赶紧的啊，我扛不住了。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呀？我怎么知道？当初也是他把线索引向你的。难道说……那什么？验尸报告出来了。刀口比心脏低2公分，斜插进右心房，一刀毙命。凶手稳准狠，是个高手。凶器上无指纹，漂亮。死者体内有高浓度的利尿剂，他有高血压？不知道。有死者病历吗？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查呀？太多了。他体内居然还有浪荡碱和阿托品，那是什么？草药中提炼的麻醉剂，吸入之后会四肢僵硬，反应放慢。看来凶手动手之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吧。这块表也有问题。表有什么问题？这个呢是镶钻款的宝鸡陀飞轮，原本镶嵌的应该都是钻石，但是这个表被人换成了不值钱的水晶，价格差几十倍了。江湖人嘛，正常。想装酷，手头有紧。找人帮我订几块镜子。做镜子干什么？就按这个图做。这块玻璃完好无损，检查一下。再检查一遍。来吧。可我还缺一个帮手，赶紧的吧。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别急，还没完呢。这怎么做到的？小戏法啦。这块玻璃呢，可以上下移动，在后面的镜子掏个洞，然后手就可以伸出去，之后再把前面的镜子归位，看起来就像是原来完整的一块。可是我没有看见你归位啊。因为我有个帮手。乔站长，辛苦你了。可是，在现场我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装置。起初我听说镜子当中有手伸出来，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后来去了现场，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但原理肯定差不多。第一嘛，都是障眼法；第二，现场肯定有个托。现场有3个人，不都已经审过了吗？一定有被忽略掉的细节，这3个人得重审。我都跟你们讲了多少遍了，我当时就在门口啊！你没看到他是怎么消失的？你问我，那我问谁去啊？那个地方有个转角，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人早就没有的了。有转角，你们怎么看见凶手刺杀陈留生啊？镜子啊，那个屋里全是镜子。虽然我们被转角挡住了，可是透过天花板的镜子，我们还是看得到。你们冲进去之前，盲区时间有多少？其实也没有盲区啊，虽然我跟二虎在后面。可是何坤在前面，他能够看到啊。对，没错，我亲眼看见老大对面的镜子里伸出一只手来捅了老大，然后又缩了回去。喝死人了，真是喝死人了！哪个晓得怎么办？还好何坤在，他还算冷静，让我赶紧找人。可是等医生来的时候，老大已经咽气了。你说我们做保镖了，连老大都没有保护好。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加油！什么意思啊，四哥？啊，放心吧，例行公事，问完就放人了。你们是怀疑我们杀了老大？陈老六那么抠，动辄打骂弟兄，办事也不讲规矩，身边贴心的弟兄都走光了。我要杀他的话，我用等到现在吗？杀了他，你不就可以上位了？杀了白老大，你也能上位？你会这么做吗？聂成江跟你有联系吗？我联系他干嘛？可我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栋房子，在法租界，装修很豪华呀。说吧，赌债怎么还上的呀？赌狗赢来的。哪一场哪一支，压多少赢多少。四哥，我们这种人来钱不方便抢的啦，你晓得呀？你打破砂锅问到底，哎呀，这是干嘛啦？陈老六死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嫌疑。如果不交代清楚的话，谁也别想走。不是，四哥，四哥，哎，不是，这是干什么了？着了吗？陈老六的表上面的钻石被换成了水晶，然后拿去卖了，还了赌债。杀人承认了吗？你觉得他们仨谁的嫌疑最大？何秘书。为什么？他虽然不是凶手，但是肯定是同伙。那凶手是谁？你猜？我要报警。怎么了？哎，当归、麻黄、半边莲，这些都是心脏病的大忌啊！赵医生，你这是要以毒攻毒啊！小赵，哎，这怎么回事？这种药再吃几副你就升天了。聂老先生，您别听他们胡说，我这个药对您的病绝对是有特效。想杀人费这么大劲儿干嘛？直接找个机会一刀捅死多新鲜。陆先生，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杀了陈老六是不是？当然了。凭什么？首先，上次见面时你说，当时陈老六正躺在地下，脉搏没有，我一看，赶紧把他刀把捂住伤口，给他做胸口喷压。你是哈佛毕业的，接受过高等的医疗教育，那种情况下拔刀就等于放血，你不可能不知道。我是主研皮肤科，初次见到血，我一下子慌了，未经思考，采取了不太恰当的抢救方式，这倒是我的过错。跟我回案发现场，我当面演给你看。谁满目尘埃，在颠倒着黑白，应该或是不该，不明白叫去。这个案子本质上就是一个障眼法。凶手费尽心思演这么一出戏，其实就是为了误导观众，让他们以为这个杀手真正来自于晋中。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哪里来的什么观众啊？观众就是你们两个喽。来，咱们接下来复个盘啊。当天晚上你们都是怎么站的？何先生，站一下。还缺一个死者哎。乔探长。最后呢，由本人来倾情演出这个来自于晋中的杀手。
但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镜中的杀手是怎么诞生的。当天晚上，从这个站位上来看，死者被杀的瞬间，何坤挡在2个保镖前面，而2位保镖呢，只能从镜子的反射看到死者被捅的过程，绝对不可能看到杀人的全过程。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啊！你确定？当天你在陈秋生的酒里加了利尿剂，啥味道？为的就是把他引向你设计好的凶杀现场。然后何坤迅速调整好了自己的站位，为接下来这场戏做好了铺垫。死者出来以后呢，来到了洗手台，这个时候凶手从这儿钻了出来，一刀捅死了他。你藏在这儿，谁看不见啊？瞎呀！别急嘛。那天我就发现这里有个小机关，这儿有点意思。发现什么了呀？当时我还纳闷，好端端的怎么会松动呢？乔探长解释说，这可能是施工的时候没有粘紧。可这座豪宅是德国人监工设计的，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我觉得这面镜子是凶手搬过来的。搬过去。当时，凶手就躲在这个空间里。这个时候，2个保镖只能通过镜子看到死者。这个反应给赵医生争取了躲回去的时间，然后2个保镖冲进来，却被何坤支开。你给我走！大哥，大哥！这个时候再把镜面整理好，等那2个保镖搜完出来的时候，现场已经很难看出瑕疵。老大被杀，保镖已经吓懵了。这个时候，何坤刻意指出：“你们刚看见了吗？镜子里伸出一把刀来，把老大给捅了。”就是这句话对保镖造成了心理误导，让他们2个确信自己刚才看到的是镜子里的人。去叫人。随后你派2个保镖出去叫人，趁这个时间，你们把镜面装回去擦干净，医生下楼，然后被保镖重新带回现场，展开所谓的抢救。刀是由斜侧方插入身体的，你拔刀是不想直接暴露你藏在斜侧方的事实。说的还真挺精彩，不过你缺少实质的证据，还是定不了罪。证据？证据刚才就在你眼前呀。这面镜子的正面你虽然已经擦干净了，但反面还是会留下你的指纹，是或者不是，拿回去验一验就知道。祥子，白蜜还是有一说。你杀人是为了复仇吧？对，复仇。当初拆迁的时候，冤死的老太太是我的母亲，他们2个为了修建这个奢华的府邸，不惜害死我母亲的性命，所以陈老六和聂成江必须得为他偿命。那你呢？你猜猜。真的是你啊！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师公，你为什么？你等着！你等着！何坤，杀老大是江湖大忌，你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咱俩当年同时在上海滩打拼，
可是后来我腿瘸了，只能给陈老六当秘书，每天被呼来唤去，颜面无存。后来听说你当了租界巡捕房探长，前途无量啊！我也得为自己找一个未来吧。就在这个时候，赵医生冒死来找我。这是我半生所有的积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得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我信。可是你想过没有，在陈老六手下，你没有未来，只有他死了，才有你的出头之日。当年拆迁，你也是其中一份子。不过，这个杀母之仇啊，我只记在陈老六一个人身上，能帮我，算是你给你自己消业；不帮，那就算是我赌错了人。四哥，你比我命好，你跟了白老大那么重情重义的老大，不像我跟的那位，从来没把兄弟们当人看过。作案手段我是想明白了，可我还是想不通聂老板为什么要陷害我。凶手只有一个，把你抓了，真凶不就脱罪了？那他为什么要保护赵医生呢？他可还真没那个好心。当初他和陈老六合伙贩卖烟土，这个案子如果不结，迟早会查到他身上。他为了自保，才拿你当个替罪羊。早知道晚2天再来了。早晚没区别。他已毒入脏腑，活不过这2天。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呀？回银行上班啊，不然呢？你探是把好手，要不要留下来帮我办案呀？帮帮你？你知道我1个月挣多少钱吗？留下来，你请得起？这孙子！嘿，你看我，看！你以为你谁呀？啊，一个小小的股票经理，还敢打着我的幌子威胁、恐吓、招摇撞骗！你惹我的老脸就是那个你啊！说呀，回答不了吧？啊，回答不了，滚滚，你滚滚滚！哟，陆经理这么快就失业了？星月日报说老子是杀人犯，划过死者的车，还利用沙逊先生恐吓过死者。沙逊先生当场就气疯了，我被开除了。你最好不要得罪记者，尤其是那种小报记者。这个死变态烫头女人，别让我见到她，否则告诉你啊，动嘴前千万别动手，不然第2天你就会被石沉晃不下。
那你替我转告他，我祝他一辈子待字闺中，独守空庭。帮我办案嘛，我出咨询费，一个案子一解。不好意思啊，我没兴趣。为什么？所有谋杀案都充满了负面情绪，血腥、复仇、阴谋、杀人，太不阳光了。你觉得你是一个阳光的人？至少我不需要洗白啊，而且我也不需要被迫做我不想做的东西。我叫乔楚生，随便啦。姐，您容我再缓一缓，我那个钱啊，都被拿去填股票窟窿了。那个陈老六他坑死我了。小陆啊，房租可以晚一点再交，但是水电费总是要交的吧？这个您放心，我马上就会找到工作的。您先帮我垫一下。你有客人。你来干嘛？白小姐，白小姐你来啦，欢迎光临呀。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给你找来的新租客白幼宁，白小姐。凭什么呀？你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吗？再说，你有什么权利让他搬进来啊？我是房东，我有权利请他搬进来，也有权利把你给赶出去。要么你现在就给我房租，要么你就谢谢人家白小姐为你分担房租，还不至于让你流落街头。陆先生，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哦。云姐，我的房间在哪里啊？哎，我这就带你去。好，你的房间啊，在这边。我还要替他谢谢你呢，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啊，老是拖欠我的房租。The Chinese sh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work in the concession zone from the beginning. You know it's all your fault, don't you? So what if it is? At least he broke the case. No innocent people have been wrongly accused. If the case continues to be investigated, more things are sure to come out sooner or later that will implicate us. That will anger th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infiltrate. Don't worry. They don't have the skill, or the courage for that matter. Sir, it's all taken care of. Nie Chong-young is dead. Let's put this case on the shelf for now. I want you to find a new agent for Nie and Chen's business as soon as possible. Yes, sir. In futur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Mr. Bai appointed this inspector. China is not like India. We cannot put our reputation, or even our own lives, on the line, just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profit. We need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 This is my first and last warning to everybody. Okay? Cheers. Cheers. 哎呦，已经3点半了。哎，车子来了，车子来了，走出来，走出来。哎，烦死脱了！每天侪要拖到家，老早讲还要涨工资，一直拖到现在。哎哟，侬就慢走伐？现在大学毕业后有份稳定的工作，挺老好了，好伐？哎，阿拉邻家小人高中毕业，还会得讲英文哎。老公，我来上队里的大班人哦，那伊拉娘气也气脱死了。
什么味儿啊？大早上洗地毯你不嫌累？不洗干净，地毯上会有螨虫，我皮肤会过敏的。味儿太大，你呀把门关上，别影响我吃早餐。哎，手艺不错嘛。我吃饭的时候，请你不要跟我说话。你是不是有点烦我？不是有点，是非常烦你。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失业的。首先，你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嘛？有没有划人车？有没有用沙逊的名声恐吓过别人？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我作为记者，我当然要如实报道了。那换作是你也不会放过我，对吧？楚生哥，暖房趴不是今天啊。我找他的，陆先生，有个案子需要你帮个忙。对不起，没空。这么忙吗？我得出去找工作呀。我付钱的。我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20大洋呢？怎么解？破案就解，1天破了你就赚大发。按天解，每天3块大洋。那不行，你拖1个月，我得付90呢。你放心，10天之内我一定结案。大哥，现场您都还没去呢，哪来的信心啊？破不了这钱也照结，否则你们爱找谁找谁。昨晚凌晨，一辆满载纺织厂女工的电车就在这个路口连车带人离奇失踪了。我们老爷子在这个电车公司有股份，这个案子必须得快点破。如果乘客找不到的话，公司得赔很多的钱。什么味儿啊？也不像泡脚，熏死了。前面是钟楼，3面都是居民楼，怎么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昨夜到会得起了大雾，啥么子看不见。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就住了搿栋楼浪向。昨夜到我听到电车开到一半就停下来了。等我打开窗的辰光，就发觉外头啥么子也看不清爽，还有各种各样怪声音，叮叮当当，还有野兽的嚎叫声，吓死脱人了。后来雾散脱了，搿部电车就消失了。这么大的脚印，霸王龙，那是什么呀？一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身形巨大，生性残暴，在它生存的年代没有天敌。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为0。霸王龙有数吨重，踩在柏油路面上不可能没有塌陷。障眼法？没错，现场的路面、轨道、脚印都是人为布置的。有人刻意为之。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需要很多人配合，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劫持电车的话，太得不偿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简单的绑架。而且列车上都是夜班下班的女工，家里应该出不起赎金吧？这人怎么老阴魂不散呢？这是公共场所，他是记者，当然有采访权。哎，侬做啥啦？侬经过我同意嘛？侬搿是拍照片啊？这人哪逼呀？不当了。做新的啦。谁闻的？商客。那为什么当记者呀？那你问他去。干嘛？这不是相机，这是镇魂神器，我是来收妖的。搿俩
老早做啥去了？你当年发生什么了？搿事体啊，哎，我讲拨㑚听听啊。喏，就3年前呢，有个人了，就辣搿路口高头啊，死脱哎。搿人啊是个老酒鬼，老酒吃饱了，绳子子，辣海马路上荡来荡去的，也勿晓得哪能，搿电线啊落下来了，声音也没，就死脱了。等人家发觉个辰光，身体已经硬邦邦嘞。掉下来的不是电车的电缆吧？就是搿种洋东西，搿种物事啊，讲拨侬听啊，在破坏风水哎。老早搿搭喏，做马车的，几百年了，有眼事体侪没个。就是搿帮洋赤佬，阿拉刚好上海，伊拉来了以后呢，弄得来人心惶惶的，真是作孽啊作孽！侬勿让我看，我也勿看了，啥人看了，出卖对个。你要不要查查他说的是什么人啊？他叫孙鹏，40岁，本地人，没有家眷，平时以拾荒为生。被电死以后，是电车公司负责安葬的。你怎么知道？10年之内，所有上过报纸的新闻我都记得。你可真有闲工夫。你还有什么要看的吗？没有的话，跟我走一趟吧。去哪儿？东海电力啊，得让他们尽快的恢复供电，赶紧通车。再拖的话，就变成公众事件了。电力公司这么有钱的吗？这个窗帘是绒质的，它是法国进口的，价格高了去了。不然你以为电老虎白叫的呀？嗯。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嗯。这个沙发是意大利的小牛皮，这个运过来都得半年。一会儿人来了，你帮我说2句好话呗。说什么？找工作呀，不然呢？怎么？你不喜欢办案？探案呢，只是为了糊口。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西装革履，然后在办公室里喝个咖啡啊，看看报纸的人生。嗯。哎呀，不好意思啊，让乔四爷久等了，刚开完董事会。没事儿，胡总裁，我这次来呢，就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尽快的给华康公司恢复供电。这个，你就当给我个面子，这事儿真的拖不得了。毕竟大上海每天成千上万的人需要乘坐电车上下班呢。好，我帮你查查班次表。哎，你们俩先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抽雪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这是丹拿曼纯手工雪茄，这一款应该是限量的吧？高手，高手，这是高手。哎，巴西皇家玉制礼盒，古巴最好的烟丝，整个上海滩，我想想啊，别把这话说冒了。没错，整个上海滩就这一盒，尝尝。我不抽。我抽，我抽。你不是不抽吗？皇家玉制闹的啊！谢谢吴老板。哦，对了，班次表我查出来了，我一会儿派人去抢修，恢复供电。哎，谢谢啊。甭来这虚的。怎么着，约顿大酒吗？电车案没破呢，老爷子逼得紧，我真的是没辙，等破了再说吧。行，你这公务在身，我也不留你了，我先走了。走。我那事儿，你是不是忘了？把案子破了再说。你说2句。卖报纸了，卖报纸了，看报纸啊！新闻头条，来看一下卖报纸。好的。这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岔路口冤魂索命，黑帮入股真相难明。唉，这期报纸卖疯了！还有你啊，你和老爷子闹别扭可以，别把我扯进去。
你瞎写没事，回头挨骂的是我。哎呀，好，我错了还不行吗？还有啊，霸王龙他说的就算了，这和尚道士都出来了，你搞什么鬼啊？这我可真没瞎写。前些年电车公司铺铁轨的时候，和旁边寺院的和尚起了冲突，大打出手。当时那个事情还上了头条，引起了大讨论。后来工部局的董事亲自出面才给压下去的。哎，你去哪儿？去哪儿要你管啊？你是我娘啊！你那有氰化钾吗？你又干嘛呀？放他调味瓶里。出去！你怎么才来啊？现在是上班时间，大哥，找我干嘛？咱们之前是不是投过华康电车公司股票啊？你可别咱们的啊！你现在已经不是沙逊银行的人了。别废话，到底投过没啊？哎呀，投过一些，怎么了？我想做空华康的股票。你千万别！为什么呀？我们刚刚开会商量过这事儿。华康在出事之前买过一份巨额的保险，现在所有的损失都由保险公司承担。真的假的？哎，我强烈的建议你不要沾这事儿。为什么呀？华康电车股东里有黑帮大佬。你想，因为这么点小钱，被人丢到黄浦江里，知道吗？大佬有这么狠吗？你以为呢？同事家人，同事家人，还我公道，还我公道，军部方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军部方包庇黑帮电车公司，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军部方包庇黑帮电车公司。探长，我发现外面这帮人从行进路线到喊口号的节奏，都像是有专人引导。就在刚刚，我看见有人偷偷的发馒头、发水，死者家属一般就会嚎啕大哭，话都说不清楚。这帮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的意思是游行是有人策划的？老实点。又怎么了？跟着喊口号，还想带人爬墙，手里边攥个石头，想砸玻璃啊你？我没扔燃烧瓶不错了。你疯了吗？那些家属他们需要一个交代，你们身为执法者不能逃避责任啊！谁逃避了？你以为我想拖吗？拖得越久，老爷子亏得越多，多大事儿能死啊你！好，撤了，你们好自为之吧。给我看上去。是。怎么办？现在要线索没线索？要方向没方向？这个线索呀，倒是有。什么线索啊？哎，今天的这个费用是不是还没结？你俩真是绝了！那调查发现，事发之前电车公司买了巨额的保险，所以存在骗保的可能性。I welcome the two of you gentlemen to Huakang Electric Car Company Group.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region. What's this? Oh, it's a dinosaur fossil. Cool. Yeah, I love dinosaurs. If I wasn't in business, I'd definitely be an archaeologist. Do you also like dinosaur fossils? Can you speak English? He can translate for me. 这个当翻译吧，得另外收费。不需要，我可以说中文。是这样，乔治先生，我们发现贵公司之前买过一份巨额的保险。没错，之前有人被电缆击中致死，他死后家属要求赔偿，找了律师还有媒体。我们为了尽快消除不良影响，付出了
惨重代价。那这个人不是收破烂的吗？怎么有钱请得起律师呢？谁知道？电车公司虽然很赚钱，前期的建设需要很多的钱，5到7年才可以有盈利。我们的公司有了那个问题，然后我担心还会有这样的突发状况，就耗费重金投了保。如您所见，这个决定很正确。听说这笔保金能缓解贵公司的资金压力。电车公司安全是第一，如果安全有问题，会伤害公司，没人可以接受。那如果这次车丢了，人也找不回来，你有多少赔偿？钱倒不少，但是把公司损失的钱付了，我会把多出来的钱分给家属。那这个决定有跟其他股东商量过吗？正要开股东会，我觉得白先生会同意的。电车怎么样了？还没找到，不过人已经撒出去了。那么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走了。就怕是灯下黑。您也怀疑是华康电车公司自己所为？老爷子，电车公司您为什么入股？投资是为了赚钱，否则还能干什么？可是他们的经营状况并不佳，而且短期内也没有盈利的可能。这笔投资太不划算了吧？首长，你说什么生意最赚钱？烟土。那我为什么不做？丧良心。而且还没有未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靠毒品崛起的吧？我投华康是看中了他们的技术，他们有英国和德国最好的工程师，有了这样的人才，才能做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我担心他们有什么猫腻儿。做买卖的不可能没有什么猫腻，各取所需就行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拉我入股吗？资金短缺啊？资金他们根本不缺，他们要我入股，是要我和电力公司谈判，压低电价，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盈利。那如果这次真的是电车公司搞的股，我应该依法办事，该抓抓，该判判。行，我有数了。佑宁最近怎么样？状态不错，工作也挺努力的。生活呢？他跟一个人合租了公寓。跟谁？好像走路没事，你想吓死人了？这不怕影响你思考吗？哎，对了，案子有眉目了吗？想知道啊？先给钱呗。多少？给多少说多少。先说1块钱的吧。钱呢？哎，啊，先签着，先签着。出事之前，电车公司买了保险，乔探长觉得有骗保的嫌疑。继续。1块钱只能说这么多。忒黑了吧你！那我再奉送你一条：3年前被电死那个酒鬼，应该不是事故。不是事故，那是谋杀。一个捡破烂的人的家属，不仅有律师，还有媒体维权，这个事儿水挺深的。有没有可能是竞争对手干的？3年前除了华康，还有别的电车公司吗？电车公司倒没有，但是有黄包车公司。电车出现后，黄包车的生意就一落千丈，背后的大佬还因此派人砸过电车。哪个大佬？胡竹轩。500，桑榆耳机。对了，胡伯伯，这位是我的朋友陆瑶。小陆是做什么的呀？探案顾问。之前我在那个沙逊银行，现在帮楚生哥做事。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之前派人砸电车的事情。
是谁让你们来的呀？白老大，还是乔楚生啊？您别误会，是这样，这个电车公司呢，最近出了点事儿。那你就怀疑我？谁给你那么大胆子？不是哥，不是哥，我没有啊哥！吓唬小孩算什么呀？来啊，有种冲我来，来冲我来！哈哈哈哈哈！白幼宁，真不愧是你爹的好闺女。来，想知道啥，随便问。哈哈哈哈！怎么，吓着了？他们有刀这么长，想砍你也不会在家里动手吧？再说我还在呢，你怕什么？他们不敢砍你，但是有可能会砍我呀！还砍我呀？真没用！就你这胆子，怎么在上海混呢？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我刚带他见了竹轩伯伯，吓着了。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挺住啊！又怎么了？我们家老爷子知道你们俩合租之后，气得把桌子掀了。那他非要搬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我跟谁住是我的自由，他凭什么管我？大姐，我求你了，赶紧搬走！你不搬，我搬。喂，你去哪儿啊？逃命去！这案子都没破呢，命都没了，还管什么案子呀？行，你赶紧走，我就告诉我爹，你非礼我。姐，我求你了，你就把我当个屁，你把我放了呗。那么多女工家属都在等着，你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这个案子，你只要破了，我就搬走。你说的？对，我说的。赶紧给你爹打个电话。干嘛呀？我要看合同，电车公司所有合同工来往账目，我每个都要看。这么快，你看得明白吗？我阅读的速度跟我想把你赶出去的心情成正比。去死的！可以去了。去哪儿？东海定力。